当初我在第1章被白衣秀士卡了很久，后来学会了接话法之后，就一路平汤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。本期视频是我黑神话悟空考据式通关的第4期。上期我们打完了广志和灵虚子，这次我们该往前找广谋以及白衣秀士了。老规矩，我会结合自己看过的一点书、逛过的几处古建筑来慢通黑神话，顺便地毯式考据沿途的全部看点，建筑为主，其余为辅。一键3连加关注，然后我们正式开始找广谋。在找广谋的途中，能见到一位葫芦仙人，能给我们的葫芦做一些加成。6s 减去35等于13，这不都算完了吗？因为他求那样，求就 x 欠他的。我听不懂，但我大受震撼。等过场动画结束之后，我们看看葫芦仙人桌上的东西，笔墨纸砚这些，我想大家应该都认识，不多说。重点看另外2样。右下角这个玩意儿是装水涮笔用的，它的名字叫做笔洗，看材质应是水晶，暂且称之为5瓣莲花水晶笔洗。它在现实中的年代一般为清代或清末民初。另一件是用来压着纸，防止它被风吹动的东西，它就是镇尺，也叫镇纸，但文物原型较为难找。我能找到最像的便是这个清代的铜尺虎纹镇纸了，而且未找到博物馆收藏信息，看来这是民间的藏品。然后就该打广谋了。广谋本身没多难打，但它前边的小怪太折磨人了，但可以直接加速冲过去，不搭理小怪，等见了广谋，小怪就没了。打广谋倒是不难，我这次接话法用的不是很好，中了好多技能，但是一顿乱敲还是给广谋敲死了。然后就是撞钟情节，这里没什么可说的，撞响第2口大钟，还差第3口激活旧观音禅院。然后我就迷路了，四下里一顿乱找，发现了一面石鼓，看这个外形应该是比较常见的明清石鼓，它大部分情况下在爆古石中出现，少部分情况下单独出现，本身不算是稀罕物。逛古建筑的时候，如果留意脚下，大概率就能看到它。然后在山间发现的这一大堆小佛像，则取景于四川安岳的千佛寨景区，此处是安岳石窟的看点之一。如果要去安岳石窟巡礼，务必记住一件事儿：安岳石窟是散装景区，看点之间的距离很远，所以各位不仅要自驾，更要提前规划行程。另外，广智门口的这座小塔，我之前没注意到，现在发现上边天幕这俩字是挺清晰的，它就是在游戏发售几个月前便被网友们扒出来的。杭州西天目山普通塔群中的塔，上方有一模一样的小龛和宝顶，如果往下看，发现塔身和基座的造型也是相同的。而广智门口的这座牌坊，便也是在游戏发售2年半之前便被网友扒出来的，位于浙江宁波的恒省石牌坊了。门下的头还是我们之前说过的平遥双林寺的罗汉头，这个角度看牌坊太暗了，我们换成顺光方向，这样看着就清晰多了。对比之后发现，两者除了轮廓近似外，单朵铺座的造型也是接近的，但游戏里多了一朵补间铺座，两侧增加了让人看不懂的转角铺座。小牌坊安这么大朵干什么？骗黑熊精预算是吧？另外下方平整的石头条给换成雀替了，这就显得精美多了。在黑风山找路的时候，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小龛，里边是空的，看起来很眼熟，总感觉在哪儿见过。它的设计原型显然便是在山西浑源悬空寺景区内的土地庙，相同点在于前方捆门造型高度近似，斗拱区布局完全相同，屋顶同为单檐歇山顶，且均为石仿木结构。区别点则在于土地庙牌子被摘了，而且现实中被镶在墙里的半面建筑，在游戏里就被改造成了独立的4面建筑，但是神去楼空。再往后找白衣秀士的时候，打完几个古林巡，就能看到一座断岩生箭口的木牌楼。这是悬山顶的木牌楼，牌楼下边挂的几个铃铛状物就是风铎的常见用法，挂起来风吹听个响。在水路找白衣秀士的时候，碰到了一个青蛙 BOSS 玻璃个浪，看来我路走错了，但我对这个 BOSS 没什么印象，一顿瞎打就把他打死了。中途还碰到一尊佛像，其双手结上品上升印，这是我们平时轻易见不到的一种手印。上品上升是9品往生中的一种，要了解这个可以回看我大足石刻的那几期视频。佛身上的衣服则是通间式袈裟，做的是须弥座，但须弥座的狮子看起来凶得很，这也是平时见不到的景象。
在通往白衣秀士的路上，又见到一个蛇妖，把他打死之后，居然救下了申猴。他可以帮我们升级葫芦、升级酒，顺便卖点野药什么的。总之还是挺有用的。我从申猴这边买了个瑶池莲子泡酒，这个文物的原型推测为唐代的银鎏金窝角盘，又是个换了色的版本。文物照片的出处则是这家拍卖网站，起拍价300美元，看来又是个流失文物。申猴居住的山洞里有好几个石秀墩，我以前一直以为这是用来做的，其实它是装饰品。北京颐和园的水操学堂里就有关于石秀墩的展示，这东西不算稀罕，别处应该也有不少。在绕了这一大堆路之后，总算是找到白衣秀士了。凤兮凤兮，何德之帅！往者不可见，来者犹可追。以上4句出自先秦诗歌《楚狂婕妤歌》，此诗歌始见于《论语》，而庄子中亦有此句。另外，《世说新语》记载，三国名将邓艾口吃，自称爱爱，然后司马昭逗他说：“你这名字里到底有几个爱？”邓艾回答说：“凤兮凤兮，故事一凤。”这便是后人对这段诗歌的传承。说真的，白衣秀士是真的难打，我死了不知道多少次，后来摸透了规律，就好打多了。开场先攒满棍式，先给一个金刚大倒锤，然后上定身术打满一套，然后把广智啊、大头之类的技能全都交在白衣秀士第1阶段。等到了第2阶段，他就是个废物，要么放个破水浪，哎呦，我大意了，没有闪；要么就是放个冲刺，我们就接化发，消耗棍式金刚大倒锤，他不还手就闪电5连鞭，如果逃离再冲刺就循环接化发。第2阶段就是送的。现在按照传统功夫的点到为止，他已经输了，不牛逼了，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。之后我们应该往侧面走，去找第3口钟，结果没找到第3口钟，反而找到了一个打坐点。这个小金盒子看起来很眼熟，它就是长沙市博物馆这件错银纹铜盒的换色版，看上方的环钮，下方的铺手弦环都能对得上，顺便附上文物的完整照片。这是我2021年在长沙世博拍的照片，但当初做梦也想不到它居然会被用进这个视频里。然后重新找路，终于找到了第3口钟的位置，但是这边的小怪有点多，我记得我还没有 AOE 技能，只好召唤广智来 A 一下，很快就解决了。大钟的前边吊着老灵虚子的尸体，想来刚才那些狼妖也是来此缅怀他的。现在撞响第3口钟，准备奔向旧观音禅院。到了旧观音禅院之后，能够看到很多棺材形状的箱子，上边有红色为主、黑色为辅的彩绘，推测这种箱子的原型便是内蒙古博物馆所收藏的彩棺。当然，如果只看上半层棺体，那就更像了。游戏里明显给做旧了一下。内蒙古省博的彩棺现有2口，均是北魏时期文物，也是国内不可多得的古代彩棺实例。屋子里边就是金翅长老了。这个 BOSS 没什么难度，就注意2点：一个是换阶段记得打小怪，不然 BOSS 会回血；第2个就是 BOSS 的技能伤害很高，但很笨重，记得掐好节奏，把技能躲好，磨也能给他磨死。好，现在我们已经把他给磨死了，然后我们回归正路去打黑风大王了。这是黑熊精的人形态，2头3头斜方肌都非常发达，而且穿的是左坦式袈裟。这个造型不像是修行佛法，倒像是憋着跟谁玩命去。至于技术层面上，黑风大王是纯纯的白给 BOSS， 到这儿连接化发都不怎么用，就开场续棍式续满，先来一个金刚大倒锤，剩余的时间就这么循环，没事就续棍式，找到机会就给一个金刚大倒锤，很快就把他给干掉了。打完还能学会个隐身的巨型散气技能，然后我们在黑风大王周边的回廊转转。不得不说啊，他们是逮着个14-4北山门玩命薅啊！看这插拱偷心灶眼熟吧？每一个大型牌楼都用了这个造型，现在仍然拿着复用。而侧面的这个小构件，那就是牛腿了。到这边我们别着急走，有个升级椰子酒的道具就在附近，一定要拿。我们看眼前这个场景，装着道具的这个缸很明显是绿釉大缸，不知道现实中有没有谁在用。而我们以前用的是旁边这种黑釉大缸，一般都是在冬天用这种大缸来积酸菜。最后我们一路上山，杀向黑熊精的大门，然后在门口的2侧能发现一对抱鼓石，几乎每个古建筑的门口都会有一对这样的抱鼓石。因为鼓声音大，所以放门口有靠声音挡邪挡鬼之意，所以他们又被称为门当。老话里有个词儿，门当户对，但是我第1章都打到这儿了，一个户对都没看见，就拿游客最爱的14-4北山门来展示一下。这上边的一对门簪常在民居门口出现，而且是2个4个成对，故名
名护队，和前面的门当合在一起，便是我们刚才说的门当户对。不过游戏里的这报古石不对劲儿啊，上面弄这么些个刺儿，应该是指这边被妖魔给占据了，所以搞点子恶趣味。现实中我没见谁这么干，因为这样太容易把人碰伤了。好，我们本期视频的解析就到这里了。为什么后边还差一点？因为我打不过黑熊精，他人形态白给，熊形态可一点都不白给，所以下期视频我们再来解说剩余的部分。前面有什么漏掉的，也在下一期里做个补充。黑熊精肯定是得过的，但将来是求助风铃月影宗，还是进一步参悟回元太极门的功夫，就看我未来这几天发挥的如何了。各位敬请期待。